各位大马的兄弟姐妹们、阿空阿嬷们，茶餐室里蹲在角落啃海南鸡饭的老伙计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咱们聊个能让你把嘴里的 Coffee 喷出来的话题。为啥呀？咱们那些漂洋过海下南洋的阿公阿嬷跟人唠嗑的时候，张口闭口都是我从唐山来的，我是福建来的，我是广东来的，偏偏就不说我从中国福建来的，我从中国广东来的。你有没有听过家里长辈讲古？我阿公每次喝多了就会拍着大腿说，想当年啊，你阿太带着我坐那个破帆船，在海上漂了1个月，吐的黄胆水都出来了，才从唐山到了槟城。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屁孩，眨巴着眼睛问，阿公，唐山是哪个城市啊？是在福建旁边吗？阿公当时就笑了，摸了摸我的头说，傻孙儿啊，唐山不是城市，是咱们的根呐。那时候我听不懂，现在长大了才明白这话里藏着多少历史的眼泪和无奈。今天我就来给大家扒一扒，为啥咱们的先辈宁肯说唐山、说福建、说广东，就是不提中国这2个字儿。首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，阿公阿嬷下南洋的年代，中国这个词儿根本就不是现在这个意思。你想想，咱们的先辈大多是清朝末年、民国初年漂洋过海来的大马，那时候的中国是个啥样子？清朝的时候，咱们叫大清国，老百姓叫大清子民，谁会说自己是中国人？就像现在咱们说自己是马来西亚人，不会说自己是大马联邦人一样。那时候的官府文书上写的是大清，民间百姓嘴里说的是咱大清。中国这2个字更多是读书人嘴里的天下之中，是个文化概念，不是国家名称。到了民国初年，虽然国号改成了中华民国，但那时候军阀混战，今天这个大帅占了这块地儿，明天那个将军抢了那个省，全国4分5裂，一盘散沙。你问问那时候的老百姓，啥叫中国？他可能会挠挠头说，就是咱老家那块地方呗。我阿太当年从福建泉州上船的时候是1920年，那时候福建归谁管？归北洋军阀管。你跟他说中国福建，他会一脸懵，啥是中国？我只知道我是泉州人，我是大清来的。后来大清没了，我就成了民国人，但民国是啥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你看，不是阿公阿嬷不想说中国，是那时候的中国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清晰的统一的国家概念。就像你跟一个原始人说我是地球人，他会问你地球是哪个山头一样。咱们再说说唐山这2个字儿到底是啥意思？很多人以为唐山就是现在河北省的那个唐山市，错，大错特错。在咱们南洋华人的嘴里，唐山就是咱们的祖籍地，是所有华人的根，是那个隔着茫茫大海，有长江黄河，有长城泰山，有咱们老祖宗的地方。为啥叫唐山？这里面还有个典故，据说当年唐朝的时候，国力强盛，文化发达，外国人都叫咱们唐人，叫咱们的地方唐山。后来这个叫法就流传下来了，不管你是福建人、广东人、客家人，只要你是从那个遥远的东方来的，你就是唐山人。我阿公说，当年他在槟城的码头当苦力，遇到一个老乡，第一句话就是兄弟，你也是唐山来的？对方点点头，再问你是福建的还是广东的？这就跟现在咱们在茶餐室遇到个说华语的，先问你是大马华人吗？再问你是福建人还是广东人，是一个道理。唐山是大的认同，是所有华人的共同标签。福建、广东是小的认同，是同乡之间的纽带。那时候的华人漂洋过海来到大马，人生地不熟，只能靠同乡抱团取暖。你是福建人就去福建会馆，你是广东人就去广东会馆，你是客家人就去客家公会。这些会馆管你吃饭，管你找工作，管你娶媳妇儿，管你死后埋在哪里。你想想，在那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代，是福建人这个身份能帮你找到工作，还是中国人这个身份能帮你填饱肚子？答案不言而喻。那时候的华人首先认的是籍贯，是宗族，是同乡，其次才是那个模糊的唐山概念。至于中国，对不起，那时候的中国连自己都管不好，怎么管得了远在南洋的咱们？咱们再说说第2个原因，那时候的先辈压根儿就没有国家这个概念，只有家乡这个执念。你问问咱们的阿公阿嬷，当年为啥要下南洋？还不是因为老家活不下去了。
清朝末年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加上天灾人祸，庄稼颗粒无收，不出来讨饭就得饿死。我阿泰的老家在福建泉州，当年闹饥荒，全村人都快饿死了。阿泰说，他临走的时候，他娘给他塞了一把家乡的泥土，哭着说，孩子，到了南洋，要是想家了，就把这把土拿出来看看，就当是回到家了。你想想，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人，他脑子里想的是啥？是怎么活下去，是怎么赚点钱寄回家里，让爹娘和弟弟妹妹能吃上一口饱饭。他会想我是中国人吗？不会，他只会想我是泉州人，我要活下去，我要让家乡的人活下去。那时候的先辈对国家的认知是模糊的，是遥远的，但对家乡的认知是清晰的，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家乡是啥？是福建的土笋冻，是广东的叉烧包，是客家的酿豆腐，是村口的那棵大榕树，是爹娘的笑脸。而中国这个词儿，在他们眼里是官府的文书，是军阀的口号，是跟他们的生活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。咱们再举个例子，当年在大马的锡矿厂里有多少华人苦力？他们来自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，操着不同的方言，吃着不同的饭菜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唐山客。他们在一起干活，一起睡觉，一起反抗矿主的压迫。他们会因为方言不同闹矛盾，但只要听到有人说咱们都是唐山来的，就会立刻团结起来。因为在他们心里，唐山就是家，就是根，就是他们在异国他乡唯一的依靠。这时候你要是跟他们说咱们都是中国人，他们会问你中国是啥？能吃吗？能帮咱们多赚点钱吗？你看，这就是最真实的人性。在生存面前，所有的宏大叙事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咱们再说说第三个原因，中国这个词是后来才慢慢被咱们认可和接受的。那时候的先辈来到大马之后，落地生根，娶妻生子，慢慢就把大马当成了家。他们在大马建宗祠，办华文学校，开茶餐室，把中华文化的种子播撒在了这片土地上。直到抗日战争爆发，南洋的华人才突然意识到，原来咱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国家，叫中国。那时候，陈嘉庚先生振臂一呼，号召南洋华人支援祖国抗战。咱们的先辈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有的甚至放下了手里的生意，回到中国，拿起了枪，跟日本鬼子拼命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中国这个词儿才真正走进了南洋华人的心里。因为他们发现，原来那个遥远的故乡，那个他们曾经以为跟自己没关系的国家，需要他们的守护。我阿公说，当年他才10几岁，就跟着村里的大人去参加抗日募捐活动，他把自己攒了好久的零花钱全都捐了出去。他说，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是中国人，我的国家被欺负了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你看，中国这个身份不是天生的，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慢慢形成的。而在此之前，咱们的先辈只认唐山，只认福建，只认广东，因为那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，是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精神支柱。讲到这儿，我想起了茶餐室里的一次争论。有一次，两个阿叔在吵架，一个说，咱们的阿公阿妈就是从中国来的，另一个说，不对，他们是从唐山来的。吵着吵着，旁边一个卖榴莲的老板插嘴了，吵啥吵？唐山就是中国，中国就是唐山，不都是咱们的根吗？你看，还是卖榴莲的老板看得通透。其实，唐山和中国从来都不是对立的。唐山是咱们先辈对家乡的执念，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。中国是咱们后来对国家的认同，是融入血脉的骄傲。咱们大马华人就是这样一群人，我们的根在唐山，在福建，在广东，我们的家在大马，在这片椰风娇雨的土地上。咱们的阿公阿嬷当年不说我从中国来，不是因为他们不认同中国，而是因为在那个年代，中国这个词还没有成为他们的精神归宿，而唐山、福建、广东才是他们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。现在的咱们不一样了，咱们会说我是大马华人，也会说我的祖籍在中国福建。咱们既爱大马的椰浆饭、乐沙，也爱中国的饺子火锅。
咱们既会在国庆日挥舞马来西亚国旗，也会在春节的时候全家老小围在一起捞生，喊着风生水起。说到这儿，我又想起了阿公的那句话，唐山不是城市，是咱们的根啊。这就是咱们大马华人的智慧，在文化认同和国籍认同之间找到了最完美的平衡点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唐山是啥？唐山是长江黄河的水，是长城泰山的石，是中华文化的魂，是咱们华人永远的根。不管咱们的阿公阿嬷当年说不说中国，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，咱们的血脉里流着中华文化的血，咱们的骨子里刻着中华民族的魂。那些质疑咱们先辈为啥不说中国的人，说白了就是不懂历史，不懂乡愁，不懂咱们华人在异国他乡打拼的艰辛。咱们大马华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华人之一，咱们既有马来西亚的国籍，又有中华文化的根。咱们既能在开斋节的时候去马来朋友家吃 rendang， 也能在屠妖节的时候去印度朋友家吃咖喱。咱们既能在茶餐室里喝 kopi tarik， 也能在春节的时候包着饺子看春晚。这种多元文化的生活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不管咱们的先辈是说唐山来的，还是说福建来的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咱们记住了自己的根，守住了自己的魂，在这片土地上活得风生水起，活得有滋有味。那些天天纠结为啥不说中国的人，有这功夫，不如去茶餐室点一份海南鸡饭，再来一杯 Kopi-O， 好好享受生活。毕竟人生在世，开心最重要。谢谢大家收看是是非非脱口秀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、按赞和分享。我们下次再聊。